大家好，我是 Lydia，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疫情当中，职业女性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从2019年开始的这场疫情，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换了工作，很多人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那这些变化不仅对我们的个人带来了影响，对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社会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在所有的这些变化当中，有一群人遇到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疫情当中的职业女性。根据2019年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妇女就业率在当时大约是59.2%，在2年后，也就是2021年。正是疫情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有2%，超过2%的女性就离开了职场。从数据上来看，就是超过230万的职业女性就离开了职场。从1970年到2019年，在25岁到64岁的妇女之间，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基本上是翻了4番。这个教育的改善给女性进入职场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在这个疫情当中，女性在职场遭受的冲击，让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带来的进步又遭受了很大的倒退。那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女性，几百万的女性都离开了职场呢？那原因是五花八门，但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比例最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性都回家看小孩了，因为在疫情当中，很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都关闭了。然后，如果这些人的工作不能让他们在家里工作，而是必须要到一个地方指定的地方去工作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兼顾家庭和事业。那调查显示，在美国有28%的妇女，她离开职场的这个原因就是要回家看小孩。那在这个男性当中，只有12%的人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职场。那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在美国如此，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因为疫情而离开职场或者是被迫需要转换工作的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3.9倍。妇女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疫情的冲击让他们的工作量更大了。比如说，New York Post 的一个调查显示，在2020年，妇女平均增加了173个小时的家务劳动，然后男性家务劳动只增加了59个小时。就是在1年当中，女性增加的这个家务劳动的量是男性的差不多3倍。然后在一些中低收入的国家，女性增加的家务量是217个小时，就比发达国家的女性更加的劳累。然后男性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增加的家务量大约是70个小时。那现在再来看一看咱们中国的数据，咱们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甚至更有优势，比如56%的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男性的比例只有46%。从就业率方面来看，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是最高的。但是近年来它也有所下降，比如过去这30年就有显著的下降。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大概是73.2%，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60.5%。即使是这样，中国妇女的就业率都高于法国男性的就业率。在法国男性的就业率，2020年的数据显示是59.59%。在忙碌工作的同时，中国的女性在家里也特别的辛苦。调查显示，女性做家务的比例高达96.5%，男性的比例大约是59.1%。成年居民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对于女性来讲是190分钟，就是超过了3个小时，而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是49分钟，还不到1个小时。
Melinda Gates在她以前写的一本书《The Moment of Lift》，就是中文翻译是“提升的时刻”当中提到，如果把女性为家庭付出的免费的工作时间都计费，这将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一个工种。对于这个疫情给职业女性带来的冲击，我自己也是很有体会。特别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学校关了，然后我们突然从每天到办公室去工作，变成了在家里工作。每天感觉有做不完的工作，开不完的会，还有做不完的家务事。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受到小朋友的打扰，整个人都觉得很崩溃。本来在学校里，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完成的很多事情，因为变成了网课，都需要家长的帮助，所以给家长也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我记得去年暑假，就是2020年的暑假，我当时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条消息：昨天是暑假第一天，我天真的以为给小孩多报点课就能度过一个波澜不惊的暑假，我真是太天真了。上课才2天，我就被逼到快崩溃了。首先是这么多课都有不同的登录信息，不同的作业要求。比如说编程课开始2个小时之前，我才发现需要有一个电脑，还要下载2个软件。为什么 iPad 不行呢？各个课的联系方式，有的用邮件，有的用微信，有的要下载别的软件。然后打开微信，一堆微信群狂轰乱炸，一打开就是几十上百条信息，怎么读啊？象棋课正好是吃饭的时间，只能一边吃一边上。写作课完了要家长帮着看，然后还要把作业上传。象棋课上完了要和家长下象棋啊，我还要重新学下象棋。数学作业家长要打印。我最后发出的感慨是，家长也是人呐。到今天呢，很多的小孩都回学校上学了，让我们这些家长也松了一口气。但是从我今天分享的这些数据来看，大家也知道了，在职场中打拼的女性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里，我也想善意的提醒广大的男性，如果你们愿意伸出手，为家里多分担一点，那我们的社会将更加美好。好了，谢谢大家。